大家好，上一次已经介绍过最有弹性的尼龙毛、最吸水的克山松鼠毛、平均值都很好的柯林斯基貂毛，这3种毛来说明水彩笔的性能，也就是吸水性和弹性，尤其是松鼠毛和貂毛。如果先不谈笔的大小以及笔头的形状，光性能上，单用一只松鼠毛或单用一只貂毛，不用换笔，其实就可以完成一幅水彩画。它们的功能很完整，但价位就会偏高。今天是想要轻松分享我目前现有平价但也好用的笔。那我们开始介绍吧。我们今天要测的是骆驼毛、羊毛、狸毛加其他动物毛跟人工毛。以上这3支笔是会测吸水性、弹性、笔锋。接下来的笔因为大小不一，所以只会测弹性还有笔锋。以下测的笔是马毛加松鼠毛、马毛、貂毛，但不确定是哪一种貂，黑貂毛、西伯利亚松鼠毛加人工毛。说明一下，这一次会把弹力跟笔锋分开介绍，是因为有的笔毛不太具有自动聚锋的能力，但我不确定这个是笔毛太软还是厂商的设计，所以把它分开介绍。我们先介绍骆驼毛。骆驼毛据说其实不是用骆驼毛做的，而是用羊毛和马毛一起混合而制成。吸水性虽然没有貂毛还有松鼠毛好，但我觉得画起来是还蛮够用的。骆驼毛偏软，所以在画线条的时候要注意它的施力，如果用力不平均，线条就比较容易忽粗忽细。接下来看它不同笔法运用的灵活度，我目前用起来觉得它比松鼠毛再更软一点点，但不会太影响作画，只是需要注意施力。其实只要习惯就好了，用起来是蛮灵活、蛮好用的。画笔下压摆动，观察笔毛是顺畅、好控制的。提笔时笔尖有聚锋，这一点对我来说很重要，因为要把聚锋的笔弄散比较容易，但要把容易散开的笔聚锋就比较不顺手。如果要画一些比较硬、比较利落的线条，长一点的线条还是要注意施力，不然因为它偏软的关系，线条会比较容易粗细不一。总结来说，我觉得它还蛮好用，而且也很平价。接下来介绍羊毛，它比上一次介绍的克山松鼠毛水彩笔大一点，笔毛好像也比较多，比较丰满一点点的感觉。大家可以看一下画面，上面的是克山松鼠毛，左边羊毛笔，一笔可以画很大的范围，吸水还蛮多的。羊毛偏软，但是比刚刚的骆驼毛再更有弹性一点，因为骆驼毛也有混合羊毛，但这一支纯羊毛笔看起来会比骆驼毛的粗，而且有一些毛躁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粗糙的关系，笔锋不容易聚拢。影片上可以看到笔锋很容易在画线条的时候岔开。要一直保持足够的水分，不然笔毛会更容易散开、变形，就像影片中这样会有一点弯曲。虽然容易分叉，但可以加以利用，画不同的材质，例如树干、叶子、草丛等等。但缺点就是这样遇到细节会比较难画，必须要换一支能画细节的笔。下压往上的时候，可以看到笔尖没有办法完全聚拢，需要重新加水和颜料，笔锋才能够收尖。这里可以看到还是很容易散开分叉。羊毛笔的价格要看品质还有厂牌，但普遍价格偏低。但是如果要选的话，我还是会先考虑买骆驼毛，因为比较容易聚锋。狸毛吸水少，不过比尼龙毛吸水性更好一些。笔毛偏向有弹性，我觉得跟貂毛的弹性好像差不多，
比起骆驼毛，这一支狸毛有一点点毛躁，毛也比较粗一点点，但是没有刚刚羊毛这么粗。笔毛干一点就不容易聚拢，像羊毛一样会有一些分叉，这样会影响画线条，这样比较适合做材质效果，但不好画细节。下压往上分散幅度比较大，不容易自动聚拢。狸毛有弹性，所以比较好施力，线条粗细会比较稳定平均。狸毛的价格便宜，但如果要在平价的笔之中选一种笔的话，我还是会选择巨峰好的尼龙毛或者是骆驼毛。顺便一提，我有看过介绍说狸毛适合小朋友使用，因为有弹性，加上笔毛比较坚固。我认为平价的笔可以让小朋友多尝试，认识不同的材质。可是如果真的只能选一种，我个人还是会选择巨峰好的笔，才能一笔多用，散的、巨峰的都可以自由变化。接下来的笔因为大小都不一样，所以就不测含水量。先来看马毛和松鼠毛，可能因为加入马毛，所以笔比较有支撑力，施力不用太注意，线条就还蛮平整的，可以制造出分叉或者是平整的材质感，很灵活多变。笔尖容易聚峰，它的价格比较高一些。在上一支影片有提到，这一支马毛它本身笔头不够尖，所以没有办法聚峰。因此我用这一支笔画画的时候，只会想到它没有笔尖很难用，所以这里我会简短带过。马毛的弹性跟骆驼毛差不多，稍微注意一下施力，线条就还蛮平整的。虽然有笔尖的问题，但它还是可以画一些细线，只是要把笔弄扁一点。除去笔尖的问题，用起来可能跟骆驼毛差不多，价格偏低。接下来是雕毛笔，不确定是哪一种雕毛，但是它很有弹性，画曲线可以很平稳。因为是小笔，我主要用来画细节或毛发，但基本上都还蛮灵活好使用。笔尖很容易聚拢，价格会比较高一些。黑雕毛据说是臭鼬毛制成，弹性偏软，跟骆驼毛相似。稍微注意一下施力，习惯这个软度的话，曲线就能画得很平稳。许多不同的笔法都很适合，笔锋也容易聚峰，价格算是不贵。这一支笔我常常用，可以一张图从头到尾都用这一支笔画完。西伯利亚松鼠毛和人工毛的混合笔，它比黑雕毛更有弹性一点，控制力道就可以画好曲线，笔毛也可以有很多的变化，笔尖很容易收尖。我觉得它用起来跟黑雕毛差不多，都还蛮顺手的，价格比较平价。这一次的分享就到这里，附上表格让大家比较。我个人觉得不好画的羊毛、狸毛、马毛，主要是因为笔尖不好收尖，其他介绍的笔毛都很好画，没有什么画起来会让我有不愉快的印象，所以大部分评分的星星数量都很相似。上一支影片结尾有说到怎么选笔，第一是认识笔毛，第二是了解自己的需求，是需要大面积的渲染，还是画细节。如果拿不定主意，想要多买几种笔毛来尝试的话，可以从中等大小的笔入手，笔的直径可能大约是在 0.5 到 0.8 公分左右。因为这个尺寸，大范围渲染或小细节都可以画，都可以测。希望这一支影片能帮助大家认识水彩笔，也希望大家能因此省去一些时间和金钱的成本。感谢大家看到这里，下一次再见。